大家好，眼前这是软梗蒜头长出的蒜花。蒜花的种植与用途呢，与蒜头略有不同哈，大都是采用撒种的方式，收成后呢，再当下一年度的蒜种。而一旁是硬梗的蒜头哈，很不容易会长出蒜花。在天气一转热之后呢，前一星期蒜头本来还绿油油的茎跟叶哈，很快速就直接进入干化的现象。由于要开始下雨蒜头就可以陆续分批进行采收成熟的蒜头呢，它的根系会自行断根会变得非常容易拔起而蒜头成熟的判断方式呢，时常看隔壁的婶婶用手在按蒜头后来才知道呢，原来他是在按蒜头的硬度还说这些蒜头都已经长得很硬跟结实了。实际详问后才知道另一个判断准则拔蒜头会更轻松当蒜头长到完全成熟时呢，紧接蒜头上方的茎呢，会有内缩的现象当它的茎出现内缩时呢，其实就是在做溃肥的现象这跟木瓜很像当木瓜要成熟时呢，下方的叶片也会开始枯萎将叶片上的养分呢，完全回馈到果实上。由于因为要下雨了加上蒜头的硬度已经很够了，采收选择方式呢就更为精简只要茎部干掉就先行采收了。从采收的过程中呢，可以发现内缩还不明显的蒜头呢，它的根系还没有完全自行断根采收时最大的差别就是得多施一点力量而不是轻松可以直接拉起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乡下虽然不是挨家挨户的在晒蒜头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买湿的蒜头进行晒干由于是称重的方式进行买卖因此曝晒的蒜头呢，都已经将梗的位置修剪掉。而若是自行种植的蒜头呢，就可以保留住茎的位置直接吊起来慢慢阴干及晒干这让人想到日晒米这件事日晒米是利用日照慢慢晒干而不是采收后呢，直接利用烘干机快速烘干据说米吃起来会更好吃而这样吊起来慢慢晒干呢，除了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外呢，这还未完全干掉的蒜梗呢，一样还有溃肥的效果可以把茎部位置的养分呢回馈到蒜头上而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是慢慢晒干蒜头也会可以比较耐放。而蒜头要长得大颗的一个关键就是种植时呢，别种得太深这颗蒜头特写的样子呢，就让人联想到洋葱洋葱也是长在地表上种植时不能覆盖过多的土只需要让它的气虚根扎进土里之前洋葱育苗后呢，因为懒得移植种了几个月之后呢，茎跟叶片长得非常粗壮但是洋葱大小呢，却只跟大蒜一样直到把表土挖掉后呢，洋葱才开始快速变大。算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种法而习惯将不同作物进行种法归类的主因呢，是因为有些作物生长的样貌非常像只要您会种一种作物呢，采用以此类推的相同种法通常种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比如说玉米笋跟玉米，四季豆跟豇豆，种法几乎相同就可以长得很好而这些蒜头采收后，可以先轻轻的让它们立起来，再进行捆绑，这样底部就会比较整齐捆绑之后呢，也不容易掉落
接下来这软梗蒜头呢，因为没有覆盖稻草啊，时常浇水导致土壤板结之外呢，蒜头也容易被土壤给覆盖掉啊。这要采收时呢，就得用挖的哈，生长的也比较小颗啦。不过虽然晚了近1个月才种啊，硬度却也非常硬了，也算是很好的结果了。最后就是每2天采收一次后晒干的蒜头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采收了12捆，有300多颗哈。蒜头够多的话呢，就可以拿高粱醋进行腌制啊。据中医师说呢，这有抗癌、增加抵抗力的效果了。直接吃就很好吃哈，但是别因为顺口呢，一次食用太多了。挂在竹竿上呢，利用太阳西晒的时候进行曝晒了。每几天再将它翻面曝晒即可哈。谢谢收看。